度要联合希腊对土耳其动手，土耳其要倒霉了。前印度将领爆出迷惑言论引起热议，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最近印度又有新的消息传出，声称要对抗土耳其。前印度少将、现任印度顶级国防专家之一巴克西表示，印度与希腊如果结盟，将有能力对抗土耳其、巴基斯坦，甚至是中国组成的联盟。在当前拉达克地区局势紧张、国内疫情危机严重、农民大闹首都新德里之际，前印度将领爆出迷惑言论，实在令人无法理解。无论中巴土三国是否真的达成相关协议，仅从该专家的这种缺乏常识的言论就过于荒谬，以为联合土耳其的世仇希腊就能对抗来自中巴土三国的威胁。土耳其与希腊多年来确实是敌对关系，两国在地中海有关岛屿归属及领海领空问题上一直都存在争议。自2002年到2016年，双方共进行了60轮会谈，并且从去年开始，土耳其和希腊因围绕地中海油气勘探问题发生了摩擦，一度造成东地中海局势加速恶劣。不过，就在前印度将领爆出迷惑言论的前几天，土耳其与希腊第61轮探索性会谈开启了，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。其会谈机制针对两国大陆以及专属经济区进行划定。对此，有不少专家认为，两国此次重新恢复接触，证明了双方都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，回到谈判桌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在此背景下，前印度将领对外表示要跟希腊结盟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要是之前，希腊或许会同意与印度结盟，但是如今希腊的态度非常明显，是希望能够与土耳其和解的。事情也如猜测的那样，希腊方面对此毫无反应，根本不拿印度当回事儿。据悉，印度方面对此非常有信心。例如，此次巴克西就认为，当前希腊和印度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敌人，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在中国和土耳其的帮助下重建本国军事实力，土耳其已经向纳卡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派遣了大量的武装力量。至此，土耳其必须为破坏世界各国稳定付出代价。眼下，印度与希腊联盟非常重要。其实，从前印度将领的言论来看，不难发现一个问题：相比联盟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，该将领更多的则是强调了两国联手对抗土耳其。如此看来，印度此次的目标就是要对土耳其动手，其理由想来也非常奇葩。明显就是为了阻止土耳其与我国结盟。可印度没想到的是，土耳其和希腊都是我国的贸易伙伴，我国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好。倘若我国真的要与土耳其结盟，印度是怎么都拦不住的。希腊就更不用说，在本身有意与土耳其和解的情况下，更是不可能与印度联手对抗自己的贸易伙伴。也就难怪希腊媒体在报道该消息的时候嘲讽了印度人一番，传言希腊人纷纷扬言印度想太多。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事儿也是说不清理还乱，近日就又是一出大戏，俄罗斯是打了个小的来了个老的，美军竟直接在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附近开火。这件事儿的起因也很简单，就是先撩者贱。北约闲着没事儿，非要给俄罗斯找麻烦，自己找打。本来人家俄罗斯好好的派出巡逻舰、护航2艘驱逐舰和1艘美军补给舰执行任务，罗马尼亚空军特意去边上晃荡进行挑衅，结果俄罗斯直接出动苏30战斗机和一架苏24轰炸机对准罗马尼亚空军飞机实行驱离，还出动了8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，模拟了一波对美军军舰进行攻击。这一下直接就把罗马尼亚给吓得缩头缩脑，直接掉头跑了，连进一步的挑衅都没敢继续。
不过老话还是有道理的，打了小的，那就来老的了。虽然罗马尼亚和美国之间这么说并不准确，但是作为美国小弟之一，也还是能说得过去的。而且本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也不是什么很和睦的关系，所以美军干脆就借机发挥，朝着俄罗斯开火了。当然，此开火非彼开火，但是直接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了一波也是事实。像是美军这一次就直接出动了轰炸机 B-52和战斗机 F-16，光明正大的在俄罗斯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附近开火了。并且据美军自己所说，这一次美军直接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，并且对黑海海军目标进行了打击。说的好听点儿就是打击，说的不好听点儿就是开火攻击。美国这回难道不怕事情闹大，让俄罗斯忍无可忍，直接给美国来一个导弹拥抱？不过俄罗斯估计也是看这次没有人员伤亡罢了，美国又恰好踩在线上一点，不然那就普京那脾气还能继续容忍美国就怪了，说不定咱们都能听到轰炸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什么北约能准确地找到俄罗斯军舰的所在地呢？并不是咱们以为的什么雷达扫描，而是在几天前俄罗斯自己公布的自己要在这一块演习的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，北约这是有目的的挑衅。这次俄罗斯演习被公布出来后，美国就联合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等国也说是进行了演习，并且十分巧合的和俄罗斯定在差不多的海域和差不多的时间。这里面说没点事儿，谁信？再说这一次罗马尼亚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惹俄罗斯。这要是没有美国在背后撑腰或者说怂恿，说出来印度都不信。当然话又说回来，美国之所以这么干，其实最终原因还是和美军最新的对外理念有关。自新任总统正式入职以来，除了直接和俄罗斯续签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之外，其他动作中不是直接挑拨了俄罗斯群众游行抗议活动，就是在南海继续霸权主义行动，哪一样不是强烈地显示了其在对外政策上理念？世界只需要美国一个大国。对比上任总统特朗普，这位手段似乎更强硬，只是没有那么直接而已。如果这次的事儿是特朗普来做，肯定就不是罗马尼亚空军出动，而是美国直接出动战斗机了。近段时间，中美问题显著，美国利用其军事力量不断冒犯我国周边海域，其航母以及轰炸机都在南海进行了活动，战略威慑的目的十分明显。而最近，美军在关岛基地加强部署，更证实了美军试图用战略武器对我国施压的目的。那么，我国有何对策呢？据美国《星条旗报》报道，近日，一支由4架 B-52H 轰炸机组成战斗小组抵达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。随后，美国空军发布声明称，这4架 B-52轰炸机隶属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第96轰炸中队的飞机。此次部署是为了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。关岛位于菲律宾海东部，处于第2岛链的核心点，并且与南海很近，因此这架轰炸机部署关岛的战略意味很明显。显然，美军就是妄图动用战略武器吓阻中国。而除了关岛上的 B-52与 B-1B，美军还在夏威夷岛的军事基地内部署 B-2隐身轰炸机。可以说，美军的战略轰炸机3剑客此次齐聚太平洋，剑指亚太。但是，此时的中国早已发生改变，不是当年美军派个第7舰队横亘海峡就能阻挡我军道路。如今，距离我国3000公里外的关岛已经不是安全港，该担心的不是我们，而是部署在那的美军。去年8月份，我军向南海试射了一枚东风26导弹。这枚导弹号称关岛快递，因其射程达到4000公里，将关岛囊括在内，因此得名。东风26导弹不仅打得远，还打得准，其末端精确制导能力使其连海上移动的航母都能精确命中。此外，东风26的最大飞行高度超过300公里，这意味着东风26导弹在发射时很难被发现。当美军雷达发现东风26时，东风26已经进入末端打击阶段。
最大速度可达18马赫，有着美军的反应时间不到1分钟。因此，凭借美军现有的反导系统，几乎不可能拦截东风26。一旦东风26发射，意味着美军轰炸机还没起飞就会被摧毁。除了东风26，我国的远程轰炸机轰6经过多次改装升级，其作战范围达到6000公里，同样能以关岛为目标发动打击。在去年，中国空军发布了一段视频中，就有这样一个模拟画面：一架轰6K 起飞后，远程发射导弹，对一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。而美国媒体表示，造轰6K 打击的军事基地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十分相似，很显然就是冲着关岛去的。因此，即使美国人把自己的战略轰炸机派到关岛又如何？我军已经具备相对应的威慑力量，如有特殊情况，我们也可以随时将关岛作为靶子，用导弹进行袭击。也正因如此，这种下组行为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